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国际社会最受关注的大事，当然就是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峰会了。这一次峰会的内容本身呢，其实并没有太特殊的地方，引起媒体兴趣的呢，它反倒是峰会的固定议程之外的两件事。一个呢是拜登在私下场合对中共大爆粗口，令人瞠目；另外一件呢，则是出席峰会的两个相对次要的人物的见面，也成为了这个峰会的焦点，而且呢，让中共很是自嗨了一把。这个就是美国国务卿和中共外长王毅的会面了。那么中共这一次的自嗨呢，它其实很有特色国的特色，就是这个党媒呢洋洋自得以为是狠狠地扫了美国人的脸，但却不知道呢是自取其辱。这个可以说是再次的印证了一句老话了，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没文化真可怕。在昨天上午就是20国集团的领导人第16次峰会期间，中共外长王毅呢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呢就有举行了一次会晤。这次会晤呢是两人自阿拉斯加会面以来的第2次了。整个过程有3大看点被这个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了。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布林肯呢，他是前往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去进行的这么一个会面，但是呢，他进入会场的时候，他走的是侧门，这一点呢，他是被中共党媒高度的聚焦然后大肆的渲染。第二个看点呢，是双方开始会谈之前呢，按照惯例嘛，要站在一起让记者来拍个照，但是呢，两人并没有在疫情期间就是代替了握手的那个碰肘的动作。这个呢是海外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第3个看点呢，就是大众所关心的呢这一次会谈的内容，因为媒体都在报道说美中之间是再次发生了冲突。按照美方事后发布的声明的这个官方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谈话非常坦率。那么关于布林肯走侧门的这个消息呢，他是大陆的微博一个名字叫做玉渊谈天的账户，是他最先发出来的。那么这个账号呢，它实际上是央视打造的一个自媒体的品牌，它其实是属于官方的。这个账号呢，在第一时间就有贴出了一张独家的现场照片，同时呢就发帖说美方代表团抵达中美的会晤地点，布林肯进的是中国代表团驻地，走的是侧门。那么这样一来，这个消息立即就嗨翻了一堆的五毛粉红什么的。有人就说美国政客呢你看喜欢走旁门左道，不走正道。也有人就开始借题发挥，说这个可以理解成是美国跑到中国的驻地来谈呢，就是表示出中美是谁求着谁了。至于说走侧门呢，就更说明美国想要低调的处理美国跑到中国驻地这一事实，掩饰美国急于想和中国达成某些协议的心态。这个小动作它显然其实是中共故意设的一个局了，对吧？因为双方显然是事先沟通好了，这个会面地点就定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那么相应的接待安排这些当然就是由中方来负责的。布林肯他对中方驻地的地理环境呢，他并不熟悉，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中方人员的引导之下呢，他才走了那个侧门。我们从党媒在第一时间就渲染翻炒这个细节呢，就可以看出，中共呢，他是刻意的把这个小动作呢，当做一次对美国代表的侮辱来看待的。意思就是，你看这洋人傻不拉几的，对吧？被我们玩了都不知道，我外交天团多给力美国人主动上门来求和，还被我们公开的打脸，这不就等于是再次证明了习主席那个东升西降的论断是多么的英明吗？我刚才说了，中国老百姓过去有一句流行语呢，就叫做没文化真可怕。意思呢就是说，很多自以为占了便宜或者是出了风头而洋洋自得的人呢，他却不知道他在自曝其短，或者说是自曝其丑。那么就像这一次党媒翻炒这个布林肯走侧门的例子，可能凡是在大陆有读过小学课本的这个人都知道，就是小学5年级课本里它就有晏子使楚的这么一个典故。
他说的呢，就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大臣晏婴，也就是晏子了。他去出使楚国，因为这个晏子呢，他的身材矮小，楚王呢就想故意的羞辱他，于是呢就在这个大门的旁边开了一个小的侧门，就请晏子进这个侧门。结果呢，晏子当场就回应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这个典故呢，它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当然，晏子这么说呢，他其实还是给这个楚国留了一点面子的。如果说晏子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真的就从这个侧门进去了，那么楚国是一个狗国的名头恐怕就真的被坐实，并且就要被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了。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辱人者自辱的经典，而且呢，这个经典它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呢，中共代表团却反而似乎不知道这个故事一样，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了晏子使楚的这个故事的场景，而且呢，还真的把自己置于和当年的楚国一样的位置。更绝的是呢，他还真的诱使布林肯成功的走进了侧门，这就相当于晏子口里说的那个狗门了。所以呢，尽管布林肯他大概率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共算计了，而且呢，他几乎也不太可能说知道这个晏子的故事。但是晏子使楚的这个典故呢，他在中国实在是太有名了。布林肯他昨天没有说出来的那番话呢，其实晏子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替他说了。这个出使狗国者入狗门，它就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智慧的固定的象征了。谁要是现在来复制这个模式，大众自动的就会进行脑补，而无需等着布林肯他自己来重复晏子当初说的那番话了，对吧？也就是说呢，中共现在的外交呢，它就已经 low 到了这种份儿上了。我相信就是以王毅他本人的学历来说，他不太可能说不知道这个典故，只不过呢，他可能觉得反正洋人嘛，他肯定是不懂这里边的玄机的，而他想要表功的对象就是习近平，估计呢他也是不懂的。只要对着习近平糊弄一句我们让布林肯钻了一次狗洞，大涨了我方的志气云云，那么让习一尊心花怒放就行了。至于说这个钻狗洞是不是就等于进了狗窝，这个逻辑关系呢，大概率他就可以选择性的无视了，只需要去瞒上不瞒下即可。那么这一次布林肯和王毅二位的会谈呢，它实际上是延续了近期中美关系的一个基调，就是以激烈竞争为主，控温缓和为辅。那么双方见了面呢，他连个最起码的碰肘这个动作，也就是代替握手吧，这么一个礼节他都没有，足见什么上门修好之类的说法呢，就纯属中共的自嗨了。布林肯呢，他毫不留情，是再次的在会面中当面就提到了像人权新疆、西藏、香港，还有东海、南海以及台湾等等诸多让中共感到难堪的议题。当然，并不是说布林肯他喜欢当一个反复唠叨的祥林嫂，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从这个阿拉斯加会谈那一次开始，美国就在几乎是每一次的重大的国际外交场合，在反复的陈述中共在刚才提到这一系列议题上的这些劣迹。这个其实它是美国它有目的的在强化自己掌控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一个行为。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打击中共的合法性，打击中共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这么一个企图，也要打击中共鼓吹的那个所谓世界新秩序的合法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习近平这一次因为全力应对六中全会而连续的缺席了 G20 峰会以及紧随其后的这个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其实他的损失是不小的。他对前者呢仅仅是录了一个视频就了事儿了，对后者呢他连视频都懒得录，只是说发送了一份书面声明就了事儿。这个对西方这一众把气候变化视为头等大事的左派政府来说，无疑就等于是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因为这个就等于习近平在公开说：“哎呀，这个游戏太无聊了，你们就慢慢玩吧，我就不奉陪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拜登政府呢，他一向是把减碳视为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他在宣誓就职之后，才仅仅几个小时就签署了一份行政令，说让美国要重新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可见他的重视程度有多大。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呢，他本想是好好的要展现一下自己与头号排放大国，也就是中共，在这个减碳方面打交道的一个成果了。但是呢，没有想到习近平会如此的轻慢，是不屑一顾。而且呢，习近平他在9月曾经有公开承诺的那些减碳的豪言壮语呢，也因为前段时间国内不是限电危机嘛，反而呢出现了一个反转，就是加大了这种煤电的产能排放是更多了，这个就等于是狠狠的涮了一把拜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拜登他为什么在罗马的峰会结束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的对中俄两国没有承诺要应对气候变化表示出了自己的失望。实际上啊，拜登他在私下里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因为根据左媒《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说呢，拜登在上个月的白宫会议上呢，对全球最大的污染者是否真的会兑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就爆出了一句粗口，说 "This is bullshit"。那么这个气候议题呢，它其实一直都是被拜登政府放在可以与中共进行合作的榜首位置的。其实我们早就有说过，就是这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行为，对吧？它注定呢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呢，中共它一定会用气候议题作为一个杠杆来要挟国际社会。要么技术等等这些方面你要放松对中共的卡脖子，要么就是国际社会要限制与台湾的往来。拜登啊，他想让竞争与合作达成一种桥归桥、路归路这么一种状态，其实基本上就是与虎谋皮，不太可能实现的。像这一次布林肯与王毅的会谈呢，外界就普遍的有注意到了美方声明的一个重点，就是美方呢是首次开这个清单，提到了可以和中共进行合作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它包括朝鲜、伊朗、缅甸、阿富汗，还有就是气候危机。这个气候危机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其余的4个国家的议题，我想朋友们大概都能猜得出来。因为这个朝鲜和伊朗呢，肯定是因为存在着核危机嘛。而这个缅甸和阿富汗呢，因为它都是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就是独裁专制刚刚取代了民主的政府，而且呢，这4个国家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反美。可能不少朋友啊，已经就有点看出点端倪了。在此前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有提到过，那个号称是习近平4大国师之一的金灿荣，就曾经有洋洋得意的隶属如何来对付美国的几大邪招嘛。其中一个邪招呢，就是说要争取给美国树立至少是4个敌人。这样一来的话，美国就会晕菜了，就找不着北了，也无暇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共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美国开出了这份想要与中共来进行合作的清单，它就是当前站在反美第一线的4个国家，而且这4个国家都与中共是关系密切，也都有接受了中共大量的在政治、经济还有包括军事方面的支持与援助。美国想要与中共来合作解决的这些危机呢，它其实恰恰全都是中共一手扶持或者说制造出来的。那么对中共来说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围魏救赵。对美国来说呢，这个是在与中共的代理人去进行一种无休止的纠缠，突然的消耗自己的国力而已。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啊，我觉得美国当前的这种从奥巴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叫做竞争合作的这种模式，它其实的确是存在重大的缺陷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及时的纠正止损，那么美国在与中共的激烈竞争中逐渐的走向衰弱，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的，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曾经有热到发烫的那个中共的战争电影，就是长津湖了。为什么现在我们突然又来提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在上个周末啊，这个电影《长津湖》这个剧组他们就有正式的发布了新拍的一部续集，叫做《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电影的海报。这个海报呢，根据这个海报啊，据说它的内容是承接了《长津湖》这个电影，它要讲述呢第7穿插连的共军呢，将要在美军撤退路线上的咽喉之处，也就是水门桥，与美军再次的展开一场殊死较量的故事。那么这部续集电影，它的大部分的内容，据说在今年的年初已经都拍摄完毕了。只是由于季节变暖了嘛，这个天气转暖，很多的戏份就不得不延续到了今年冬天再来拍摄。那么相关的报道就说，在今年入冬以后啊，全体的主创人员都将会再度的集结，去继续的完成剩下的部分。这个水门桥之战啊，它其实是长津湖战役中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次较量。它的原因就在于这座桥它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这个水门桥它在哪儿呢？它位于古土里以南的大概是5.6公里处。这个长津湖水库底下引水涵洞里面的水啊，到了这里呢，它就流入到了4条巨大的管道之内，然后呢，又以很陡的那个坡度啊，伸向山下的一座水力发电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官宣的那张电影海报上有4根巨大的管道，它其实显示的就是这个引水的设施。那么就在这4根管道和公路相交的那个地方，它就是架在管道上面的悬空的一个单车道的桥梁。这个桥梁它的跨度虽然只有8.8米，并不长，但是呢，你远远看去就会看见这个桥它是挂在悬崖之上的。桥的下面呢，相当于是万丈深渊。一旦没有了这座桥，一切车辆呢都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绕道，只有被堵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了解这座桥的重要性呢，我们还需要简单的跟大家概括一下，就是在长津湖战役中，美军往南撤退的一个大致的线路。这条线路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它的开端呢是位于柳潭里这个地方，中间有经历了新兴里、下碣隅里，还有古土里等等这些关节点。那么最后的终点是在真心里这个地方。此后啊，再往南走，那基本就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了，它就一直延伸到了海边的那个新兰港。那么中共最擅长的在山区穿插、埋伏、偷袭这样的一些战术呢，它就基本无效了。那么这个水门桥呢，它就是位于古土里和真心里之间的一处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以绕过的一个咽喉的要道。在抵达水门桥之前呢，美军的陆战一师在零下20多度的这种冰天雪地中，被数倍于自己的共军是轮番的进行堵截，已经是持续的经过了几个昼夜的血战了。整个军队呢，已经都是疲惫到了极点。也就是说，如果这座桥要是保不住，那么整个陆战队一师真的就有可能被共军包了饺子了，无法生还了。那么中共这边当然也是深知此桥的重要性的，所以呢，就在1950年的12月1号这天，共军是第一次派遣了第60师的一支炸桥的小分队，很快的他就穿插到了水门桥的附近，并且成功的把这个桥给炸毁了。但是呢，美军陆战第1师的第1工兵营迅速的又把这座桥给修复了。3天之后的12月4号，第2支小分队乘这个黑夜而来，又第2次把这个修好了的水门桥又给炸毁了。结果呢，是美国陆军第10军的第73工兵营又在原桥残留的那个桥基的根部架设了一些这个钢木的桥梁，使它又重新恢复了通行。到了12月6号的时候，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这个共军是第3次又派人把这个美军新建的桥梁，甚至包括原桥的根部都彻底的全部干净的炸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还有多达1.4万左右的美军都还没有通过桥梁呢，就是还在桥的那边，没法南下。
那么处于绝境之中的美军呢，是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在当时极为超前的办法。在那个时候啊，恐怕也只有美国人能够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并且能够做到，就是通过空投的方式，火速的空投一批预制的这种 M2 架桥的钢梁组件，把它空投过来，然后凭空重新再架一座桥梁。在这一次空投出发之前呢，美军的第314空运联队在联府机场啊，是曾经有经过了一次空投的试验。就是这个组件上面呢，每一个的组件上面是带有6顶24英尺直径的降落伞的。结果这次试验是非常的失败，就是发现呢，6顶降落伞里面有5顶降落伞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开伞，结果导致这个空投下来的桥梁组件又非常沉重嘛，它猛烈的砸到了地面上，砸进土里达这个1.8米深，而且呢，整个架构它是严重的变形了。但是由于战情紧急啊，在那个时候啊，美军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进行第2次试验了，所以呢，最终呢，美军就决定换用2顶最大号的48英尺直径的这种降落伞，而且这种降落伞呢，还是临时从日本那边连夜空运过来的。因为呢没法做这个试验了，所以呢，整个陆战队遗失是死是活，就全凭这个一次性的梭哈性质的方案，看它能否成功。那么到了12月7号的时候，就是共军第3次炸毁水门桥之后，才仅仅1天时间，有8架美军的 C119大型的运输机就飞抵到了美军在古土里的阵地的上空，空投下了足足8套的这个 M2 型钢梁。其实啊，这个修桥呢，它只需要4套的组件就足够了，但是美军当时还是怕不保险，就要求这个多空投4套。事实证明呢，美军这一次的估算是非常的成功。除了有1套组件落入到了共军的阵地，还有1套落地以后也是严重的砸毁变形，其他的6套呢都被美军成功的给回收了。于是乎呢，一夜之间，一座全钢结构的水门桥是再次的出现在了共军的眼前，在12月8号的这一天就开始正常的通车了，可以说令共军是目瞪口呆。这一次呢，共军就已经是再而衰，三而竭，再也没有能力能够炸毁这座桥梁了。那么就是这样的，这个美军陆战第1师就连同其掩护的有4000多的朝鲜难民，甚至还包括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些什么根瘤啊等等，这些全数都安全通过了水门桥，顺利的抵达了真心地。而中共官方永远都没有提到的是，也永远不会提到的是，就是不但参与沿途进行堵截的这些共军士兵在战斗中是伤亡惨重，而且呢，就在12月8号这一天，是再次的出现了接近零下40度的严寒天气，结果导致大批的几乎就没有任何后勤支持的共军士兵全被冻僵，失去了战斗力，被迫的选择投降了。根据美军的记录呢，就显示有一些投降的共军啊，因为他的这个双手连同步枪全部都冻在了一起，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甚至都不得不折断他们的手指，才能够把他们的手中把这个武器给取出来。所以水门桥这一战从此就名扬世界，被称为是炸不断的桥梁。这一战呢，也作为后勤工程保障作战的一个经典的战例，被载入了世界的军事史。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水门桥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视为是美军的成功，是美军的骄傲。而中共在过去其实也是一直把水门桥是视为自己的失败的，就像整个长津湖战役一样，官方是基本都不怎么提到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中共突然反过来了，他突然把长津湖这个原本是属于忌讳的话题拿出来翻新改造，把这个耻辱呢翻新成为自己的光荣，把失败呢改编成为一个成功。他其实埋伏的潜台词呢，我觉得不外乎就是3句话了。第一呢，就是正因为长津湖过去是官方几乎不提的，所以现在才方便拿来任意的修改编造，方便对大众进行洗脑愚民，反正过去的民众都是不知道的。第二呢，
它是渲染自己遭受的苦难和死亡，煽动对美国的仇恨，以此呢就让大众自动的去忽略、无视志愿军这种侵略者的身份。第三呢，就是无论死多少人，死得有多惨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党的权利，甚至包括党的同伙的权利保住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